若我败了天下无双城，就真的不再有资格列入天下4城了。不该下来的，失策了。我之前一直认为，是我的剑上承载的太多，以至于挥出的每一剑都无法尽兴。直到我戴上了这面纱，用了卓越安这个遗忘许久的名字，才会好一些。可今日见到你，我终于明白了，什么是父亲当年说的自求之剑。自求之剑，画地为牢，自求于剑。你是个不错的剑客，可惜了。燕回，你乃一城之主，怎可轻易出剑？刘云奇，苍龙崖，不错，正是苍龙崖。我曾执此剑，与你父亲大战过1天1夜，最后我们没能分出胜负。可我父亲说，是他赢了，他很高兴，却不是因为赢了你而高兴，而是在剑道上遇到了能与他并肩而行之人，所以高兴。一派胡言！既然是他赢了，他为何不敢公布于世？无耻！你这样的人，根本没有资格成为我父亲的剑道同行者。也罢，今日我将胜过你，将你的剑斩断。我会替我父亲证明，无剑城的剑要胜过你无双城。无剑城已不存在了，你又何苦执着于此呢？可我还活着，我活着，无剑城就还在，我父亲传承的剑道也就还在。年轻人，你很有自信。这柄剑不错，看着是名剑山庄的手笔。可惜啊，越是锋锐的剑，越容易折手。颜回，你先退下。师父，我认为我在剑炉之中养剑多年，今日这一战已不可避免。既然他想替卓雨落问剑，那么便由我来。只是若按这般算，此战胜负便算是了却了当年的过往，与如今的无双城无关。如何？好。颜回，退下。是。我能赢你，亦会杀你。小子，看好了！这小子方才用出我的山岳剑法，让我重新见到了年轻时自己的凌云之气。为何如今此人剑势一变，完全没有了方才的凌云气，只剩下了杀气？若这样下去，他10招之内必败无疑。不，他是想用一败来换老城主的意思。他用的不是无剑城中的剑术，不再有所谓的剑道大气象，而是
杀人剑。最好别路过，但凡在我无双城的地界路了过，我可就留不住你。皓月，不得对师父无礼。皓月，太监城主。你便是天下坊的坊主，这是。你同我那傻徒弟做的交易，我全都知道。我懒得管你们，并不是因为你们做得对，而是我觉得此事太过于渺小，不想为此大动干戈。师父，我深知你是个废物，你就算以后武功上撑不起这座城，也至少在别的地方能帮助这座城。但是不要把你那仅有的小聪明，全部都用在贪赃钱财上，你可知否？徒儿知道了。你还记得你是如何拜入我门下的吗？自然记得，那年玉宅老家被洪水冲了，全村人都死了，只剩下玉宅一个人抱着一棵树撑了下来。是您路过救了我，我练我自知愚钝，但是您还是把我带在身边，我就一直跟着你，直到今天。我知道，你自幼在山野长大，不习惯这无双城中的生活。可你的命是我救的，那你就得为此回报于我，回报无双城。是。起来吧。小无双，师父，过来。往后的日子，你要照顾好你的师弟。我一直对他都挺好的。他以后做了城主，你要忠心于他，是，誓死效忠于他。徒儿谨记。传令下去，几日之后的世剑对决，无双城欢迎天下各路英雄来观。把来的人都做好笔册登记，而且和他们说清楚，剑光无眼，生死自负。可，之前都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献礼。我知道，他们都想看到无双城的衰败。那我就欢迎他们来看。这一幕，他们永远也不会见到。我无双城虽然不如雪月城，但是也是任何人都小觑不得的。小觑不得？哎，师父，师父！为何今天师父脾气这么大？是吃了什么药吗？城主会不会是在虚张声势？怎么把下任城主都替你们选好了，还是个孩子？可别小瞧那个小孩，师父已经是这无双城几代以来最优秀的弟子。可那个小孩在剑道之上的天赋远在师父之上。哼，不像我，根本就不适合练武，就落了一个什么大师兄的名号。其实一点用也没有。倘若城主之位真到了那个孩子手上，那我们只要把他，那整座城不就是？哎，废物！我好歹知道自己是个废物，你连自己几斤几两都不清楚。像我们这样的人，只能依靠强者，无法控制强者，就只能干些鬼鬼祟祟的事儿。你要是这个道理都不明白，天下方必不需要你了。是，废物！
你也知道要依附强者，真当你是我的靠山？我等你和你的无双城一起死。师傅，你快看，这里好热闹，开心吗？开心。小无双，你觉得大师兄为人怎么样啊？是笨了点。没错，武学上他确实笨了点，但是你记住，每个人都是有优点的。虽然他武力不怎么样，但是为人处事方面却是圆滑得很。师傅某些程度都不如他。师傅，你今天怎么这么奇怪啊？师傅，来一串吧，1文钱。多谢。你要这一串？要这个？谢谢。拿好啊。老板您好，我要1斤桂花糕。一斤桂花糕。对，1斤桂花糕。啊，好的。你的桂花糕。多谢。申夜，我回来了。累死我了！一会儿呢，等汤药稍微凉一些，就一滴都不剩的，都给我喝掉，听到没？知道的，申夜。哇，还是热乎的。今日来的人更多了。春日无雨，风吹心动。一发病。什么病？春心动，自然是桃花痴症啦。你们要看的人已经来了，我要吃的桂花糕也已经吃到了。什么时候能进去看呢？那现在就开始看病吧。什么病啊？手啊！什么病啊？这不是不知道什么病，才来看诊的吗？10两银子，我让那家伙亲手给你煎药。什么药啊？10两银子。1两板蓝根，10两银子。你要是不要，那我就给别人喽。啊，要的要的。下一位。我出100两，让他喂我喝药。100两怎么够？200两。中。
看了，你得了很严重的病，你好好看着我和你细说，不然啊，可就活不过这个春日了。苏沐雨继任苏家家主之后，去南安城开药方。是，我们派了一群人监视，但都被发现了。有人出手废了那群人的武功，似乎是要给个警示。而我们现在只敢在南安城外派几个人守着，真不知道他们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。那苏昌河呢？他回到了暗河，看架势就是冲着提魂殿去的。但是三官早已经离开，他收服了留在暗河的3家弟子，随即便离去了。传信给三官，现在才是他们真正相见的时候。宗主，这是要跟他们合作了吗？桀骜不驯的剑，虽然难以掌控，但若能握在手中，才能够成就真正的霸业。你那18剑阵是真的厉害，我在远处都已经感受到你的剑意了。但是你放出的剑要怎么收回来呢？现在这把伞是昌河找了搬家之人为我特制的。以前杀人使出18剑阵，用的都是普通纸伞，不仅容易坏，每次用完还得自己把剑捡回来。不是我说，你以后若迫不得已用这剑阵去杀人，那岂不是还得从一具具尸体里把剑给拔回来？哼，世间哪有你这样的杀手啊！完成任务即可，他们已死，也看不到我这般捡剑的模样。哼，我以后啊，一定多接些任务，存钱给你定制一把好伞，要不然和你合作出去杀人，多丢人啊！给。好，真是谢谢你啊，大好人。昌河说，这不是一个刺客杀完人后该有的模样。这只是一柄剑而已，为什么必须要得到它，才能执掌暗河呢？什么性格适合当皇帝啊？比如圣上您这样的性格，心思重，性格稳，考虑的也周全。我父帅太潇洒了，做个将军还行，当皇帝嘛太累，所以他当年放弃了。我也一样，皇帝是这个天下最有权势的人，但同时也是最有枷锁的人。那些死太监把宝压在我们父子2人身上。也是看错了我们。哎呀，当年我们兄弟2人，一个为君，一个为帅。本以为北离的国运掌握在我们手中，可以昌隆制胜，却没想到反被他人利用了。你父帅的事，故这些年一直都很自责。圣上的确应该自责。说下去，
那件事我如今已经了解的差不多了。当年我父帅军功累累，天下归心，军中有很多人，包括大将军叶孝英在内，都想推动他来当皇帝。尤其是那次从男爵大胜归来之后，十里长街铺满鲜花，万千百姓夹道欢迎，军中已经有很多人在蠢蠢欲动。于是便有奸臣找出了当年的那封卷轴，想拿此来做文章。据说已经和军中许多将领都在密谈，只等一个时机，便让我的父帅黄袍加身。最后我父帅宁愿赴死，选择自污余身以定朝纲。但是为什么圣上您自始至终都保持沉默呢？我明白，这是你们君臣之间的默契。你清楚他的打算，他明白你的心思。可是当年，其实还有第二种办法呀。你们可以找出那些想要作乱的臣子，一个一个都杀了。你可以和我父帅一起坚定地告诉天下：没错，卷轴上的名字是萧若风，可那又怎么样？皇帝依然是萧若锦，琅琊王依然是萧若风，这是你们二人做出的选择，没有人可以改变。龙封卷轴不可以，天下人也不可以，可是为什么您却做不到呢？因为那么做有风险，那样做会让您的皇位不稳。它会严重影响到天启城的安定。那些在夺嫡之战中败落下来的王爷们，随时会兵至天启。朝中反对您的大臣们也会伺机而动。圣上，凌晨说的对吗？没错，你说的都对。所以姑这些年一直都很愧疚。姑可以自己骗自己，说这是若风的选择，也可以对自己说，总有一天要为若风平反，在太庙为他重新供奉一个牌位。可是直到你们踏入皇宫的那一刻，姑都还没有做过这件事。我父帅心里一直记得年少时与圣上的约定，可是后来圣上却忘了。我不知道圣上今天叫凌晨来是想说些什么，但凌晨想说的便是这些，而凌晨想听的也不是一些类似后悔的话。圣上要是没有别的想说的，凌晨便先走了。我理解我父帅的打算，但并不代表我能原谅这件事情。我失去了我最亲近的人，无论如何，出于什么样的原因，我都没有办法原谅。江山也好，社稷也罢，皇位也不过如此。凌晨今天过来，不是跟你叙旧，也不是来邀功的，只是这么多年，有些话在心底里不说不痛快。凌晨没有办法跟天下人说，凌晨只能跟圣上您说。也希望圣上可以谅解。明白。姑还有一件事要问问你啊，这一次姑该如何选择啊？圣上，其实很简单，您最痛恨哪位皇子，就把皇位留给他。皇上这个位置啊，
注定是孤家寡人，做不痛快的。这个回答，顾倒是没有想到啊。凌晨的话，你也都听到了。过去的事，便如他所说。儿臣清楚了。当年，顾害怕那些乱臣再打你的主意，所以一狠心，把你贬出了天启。你不要怪顾啊！正是因为如此，儿臣结识了很多朋友。这些，才是你值得依靠的朋友。就如我当年依靠若风一样。这些年，顾一直都在想，当年在法场，若风看我的眼神。你猜，顾看到了什么？那日儿臣并不在场，不过我猜，你在他的眼中看到了失望。他在百姓的眼中是神人，他在百官面前是圣人。可是当朕下令斩他那一刻，他一定对我这个哥哥很失望吧？父皇，说，儿臣有事也想问，但是怕说了之后你会难过。说吧，既然今日把你们都唤来，就是要你们说完当年的那件事。说吧。我在想，当年的情势是否真的有那么紧急？从琅琊王被诬入狱，直到问斩，这之间的时间过得是不是太快了？倘若不斩他，真的会引起叛乱。那叛乱真的有这么容易爆发吗？如果真是如此，那么那些人又怎么会任由他被杀死呢？你说了凌晨不敢说的话。祝贺，你很好啊，这么多年你是一点都没变呐。是，顾那么快就杀了他，是因为顾惶恐啊。其实没有那么多的原因，就是因为顾在那一刻成了被捆绑在皇位上的人，知道吗？多谢父皇解除儿臣疑惑，儿臣告退。顾对自己也很失望。这一次输得太彻底了，太彻底了呀！殿下，本王本想着，此一番天下必定大乱，最后两败俱伤，只等我们坐收渔翁之利。可最后，不管是天启城还是琅琊郡，全都安然无恙，可笑，可笑！是我失算了。不是因为萧凌晨，是因为萧楚河。他让王离天军离开天启城，去拦上下两支秦王之师。我方才收到洛成军的信。他说，领兵的一身绿衫，
是叶孝英的女儿叶若依，他们还以为叶若依是叶孝英派去的。便是萧楚河的这一招棋，就让我所有的部署都功亏一篑。殿下，这输了就输了吧。不过，这次纷争之后，还有一些东西留了下来。你是说百官联名？本以为这件事情终于落下了帷幕，可是当我听完所有的事情，还是有一样很重要的东西溜走了。简言手上那份名单。简言公公手上有一封琅琊兵变的所有朝廷官员的名单。可是这也是为什么萧凌晨率领20万大军可以顺利到达天启的原因。有这份名单，相当于扼住了那些官员的咽喉。要不咱们也去抢抢？我看你最近心情不错，倒是学会开玩笑了。毕竟已经了却了一桩心事，不过这件事我可不是开玩笑。这份名单若是让萧雨拿到手，他必定再起波澜，利用这份名单威胁那些官员为其谋事，绝对不能让他拿到。如今这天启城中全城戒备，谨言逃不出去，就得找个地方躲。你猜他会躲在哪儿？莫非？他会去找那个如今天启城中唯一在乎他性命的人。有件事我要告诉你：杀死锦玉的不是我，也不是谨言，我们没有那样的能力。这是在抄诵经文呢。为了锦玉用心了，你为何抄送了2份呢？另一份是给锦薇的。锦薇和我们兄弟一场，也是应该的。小时候，我不常与你们在一起。而谨言又一直跟着卓兴公公，其实，你、锦玉、锦薇3个人是一起长大的吧？所以我要为他们报仇。锦玉的死的确有蹊跷，尚有仇可寻。而锦薇死于谋乱，又能找谁去报仇呢？琅琊军能够这么顺利进入天启城，恐怕他们自己都没有想到吧。这一切的背后，我总觉得有一双手在推动着发展，而锦薇他们只是一颗棋子罢了。锦薇也不是个有野心的人。他只是为了替师傅完成他的愿望罢了。不过有一个人，他绝对不会是我们的兄弟。你说谨言？是，他必须死。倘若他来找你的话，你留住他，然后告诉我。但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，5大剑以后只剩下1个人了。你在威胁我？不是威胁你，我是怕你做傻事而已。大剑，你也卷入了这次夺嫡，你支持赤我，那又如何？但是5大剑只应该对明德第1人忠诚。你知道当年师傅他们为什么在琅琊王撕毁卷轴之时一言不发吗？他们呢，当时早就屈服于新的帝王威严之下了。
会像他说的那样杀了我吗？会，除非你把你手里的名单交给我。只要我还留着那份名单，就不会有人杀我。一旦我要是交出去的话，就连你都有可能杀了我吧？那你还来找我干嘛？我选错了一次，我还想再选一次。师傅，白王殿下到。这天启城中，应该没有别的茶能比锦仙公公这里更好了。殿下谬赞了。不过，殿下来此，恐怕不光是为了品茶吧？当日在泰安殿前，卓心、锦言、锦薇三人用伪造的龙峰卷轴企图叛乱。虽然龙峰卷轴已毁，不过锦言手中还有一个卷轴。这个卷轴上是百官联名的手书。既然大家都说这龙峰卷轴是伪造的，那么手书也可以是伪造的。可当时所有人都已经听见了，此事已经传开，朝野上下很在意这件事情。所以殿下也对那份名单有兴趣。父皇已经下了口谕，从今日起，本王代大理寺卿负责彻查此事。白王居然去了红钦殿，看来大家都猜到了，锦仙公公是锦言公公最后的救命稻草。只不过，锦仙公公的交道可不好打。二哥有圣上口谕，天启上下就没有他不能打的交道。毕竟谁都不想下天狱。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，圣上为何要将此事交给白王？二哥为人做事稳重，交给他去做，才能够服众。我们呢？我们才是解决了这场兵乱的人。我们在他们眼中是琅琊王君一伙的，让我们去查，只怕天启城中的那些官员都会寝食难安。那我们怎么办啊？既然此事已经交给了白王，我们很难参与其中，总不能明抢吧？方才我们白小堂迎来了一位特别的主顾，锦仙的人。你这么聪明，就会显得我很呆。说吧。锦仙公公已经联系我们了，说会把锦言送到我们白小堂，让我们把他保护起来。那太好了，等锦言被送到白小堂，我们就把他抓起来，这样手术不就是我们的了？姬雪虽然是我们的朋友，但是白小堂这么多年的声誉，可不能毁于一旦。情分是情分，生意是生意。那我们怎么办？自然是等一等锦仙公公的条件了。不能就这么等下去。我已经猜到锦仙公公的所需了，我们需要为此做准备。若依，外面的情况怎么样？外面盯梢的人又比以前多了许多，整条街都被探子给包围了。以前只有白王和赤王两家盯着我们，但如今半个天启城的人都在盯着我们，我们的敌人又比以前多了许多。对这只手书感兴趣的可不止我们一家，相信萧雨那边现在也有很多人在盯着他。我们的敌人，自然也就是他们。